贼配军。这梁山贼寇可真难打呀！宋精锐进军。啊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宋军，铁罩、铁甲披帛，全身防御，全重60斤的步人甲。在非作战时，我们确实会带范阳力，但是在作战时，我们会带铁罩。平时对象是卷上去的，可以看得清，而打仗时就可以放下来。现在就是放下来的样子，还可以这么卷起来。在非作战时就这样卷起来，作战时就这样放下来，可以保护全脸。这样就可以有效打击辽金了。如果你在古代被俘虏了，会怎么样？我是一个仁慈的将军，把他们都放了吧，谢主对臣。哦，对了，砍掉他们大拇指，见招的去手，全部刺刺。你们虽然败了，但留下来当我的兄弟，跟着我一起打天下。来人呐，把这些俘虏全部发配为奴，圈地劳作到死。本将乃仁义之人，虽然把你们全部处死，但保留全尸，不为葬。来人呐，把敌人首级收缴起来，当作军功进官，其他的气势红脸。为什么古代秋后起兵？作为一个甲胄博主，我太有发言权了。首先，秋天粮食丰收，会有更好的后勤保障，以及收缴敌军粮草。春夏是重要的务农季节，炎热很容易带来瘟疫、疾病等。还有穿戴甲胄，夏天闷热，战斗力锐减。还有冬天严寒艰苦。如果古代号称10万大军，究竟有多少士兵？按照以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惯例，有50万可以号称100万，20万可以号称50万大军，号称10万，实际人数也就5万人。其中服徭役的民服后勤自动部队约有1万人，而担任守监的后勤府兵约有1万人。真正作战的战兵约有3万人左右，号称10万大军，其纯作战人员只有60%左右。所以可想，如果纯10万战兵，得举国花费多少人力物力？感受一下古代盔甲的面具。在古代，盔甲是怎么做出来的？首先有官府兵部直属的韩人工坊，监督打造批量生产，各司其职，分工明确，流水线。分有挖掘铁矿区、冶铁炼钢部、锻造形态区、冲铆加工区、抛光淬火上漆区、皮革包绳区、成品组装区，分好3种尺寸。校验区抽取测试通过后放入武铺。特殊的高规格盔甲会有专业的工匠制作，包括了鎏金、赞克、错金镶玉等工艺。在古代，穿盔甲行军吧，一般只有在伏击战或近距离作战才会穿甲胄，往往一身甲胄有数十斤重，对长期行军不利。正常行军穿死龙服，手持武器旗帜，
而甲胄及装具等是农夫及府兵来分担的，所以遭遇战对被攻击方是不利的。这段影像就是生动地展示农夫背甲。我是一名中原士兵，我买了一个内部特产，但是感觉怪怪的。古代胡须的礼仪，首先呢，在古代胡须代表着威仪。第一步，服下须。首先呢，你的手要转半圈，然后你的手呢自上而下成一个八字形。值得注意一点，要轻微点头，就像这样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扶上须，它的动作形态呢，就是顺着弧形往上跳。第一种呢，可以用在平级之间；第二种呢，可以适用于上级对下级。比方说我们在交谈。我可以扶须聆听你说的话，微微点头，或者我是上国使节，可以从上往下看。唐魂故土，何以为家？收复失地，河西重镇。万里悬孤，何去何从？马革裹尸，投军郭信。长安千里，安知边塞？一人束手，皆为唐土。烽火连绵，国破山河。孤军而战，士去何从？身经百战，泣血死守。得胜回朝，兵死所向。梦回长安，身葬一心。安西铁军，不退。唐军的单兵装备全多样。这是我的甲胄，我里面穿的是圆领袍以及皮靴。首先，我的第一组武器槊，也叫步槊，威力大，穿透力强。我的第二副武器就是环手刀，适合于劈斩与刺击。我的第三副武器是破甲斧弩，适合于打披甲目标。我的第四副武器是小刀，适合于暗杀与近距离作战。我的第五器是手弩，适合于侦探与远距离击杀敌人。在我的身后有水囊、画包以及鱼书包。这个毛尾是用来插武器上的血污以及杂质。呵呵，你安心去吧，在你死后自有史官抹去你的存在，你的亲朋好友、门生党羽全部坑杀，你的功勋气节全部改成篡逆投敌，你的尸骨无人掩埋，烂在牢里，没有人知道真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你是招还是不招呢？岳飞的岳家军什么样？东风夜放花雪树，更吹落星如日。宝马吊车香万路，风萧山东与虎王转移。为我们酝酿当年的月圆，一生鸳鸯戏在雨中那水面，就像思念不离头着天。那若是爱万世如得水，长别酒杯不传杯，十分红烛敬成灰。愿谁记得谁最好的年岁？若在风来红一场结拜，相思红烛彩，亲情意义在变得精彩。
闻说山东来顶峰一生所爱，问过这是会。大家好，你们经常能看到盔甲上这种绳子，很多朝代都是甲片与甲绳编织的甲胄。那么，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一样，绳子容易被轻易的斩断，导致于散落造成伤害呢？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下。现在测试的是细扎铁甲。砍坏了部分绳子，但不会完全散掉。刺的效果对连接破坏不强。刚才是单股连接，这种是双股连接，还有三股连接，甚至还有皮衬。如果你在作战后砍得跟它一样惨，但是完全不会散掉，并且工匠在1日内完全可以修复好。你好啊，中原人。这穿越了，这姐。不可忘，可明烈流为温若深刻天所愿。Rejoice,你美流为少看出最后一双。宋末小兵什么样？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参北斗啊，生孙群交1万9啊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啊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。清代的3层重甲怎么穿？明代、清代甲胄对比。清代索伦营什么样？그두고 사이에 비징종이 그부가 사이에 밖으로 만족해。让王子和亲会怎么样？我只是庶子，名垂青史轮不到我，皇位轮不到我，只能混吃等死啊！贤婿不，大唐李氏血脉的传承人，我等拥护你为皇帝，收复失地，光复大唐吧！我才是大唐正统，你们这些蛮夷叛逆，儿郎们公布中原。许若山峰来护我一城洁白，相思风拂山，千篇一律片片的精彩，化作眼泪哭着点来。闻说山东来顶峰一生所爱，问过这是回首你不在。
逆风破铁过，回首难人。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, rejoice, rejoice, Emmanuel, 烧开竹子和以撒。天涯路远，谁人了解？愿我花落了白，愿相聚北京沧海。踏进年少有节，临江上风流。你在风雪前人，说风风不住，飘着乱世一般寻手。塞外小天微上，望眼见地手，侥幸空杯，脚步曾下街头。长烟一派，小草多情愁。Until the Son of God appear, rejoice, rejoice, Emmanuel, 烧开竹子和以撒。God appear, rejoice, rejoice, Emmanuel, 烧开竹子和以撒。Welcome to China。你才是真正的太平天子。妹妹，昔日我曾叹阳神殿，后拜不灵山，心交本际，愁独几片世间。逃跑的时候有盔甲怎么办？明代将领盔甲怎么穿？明代实战盔甲什么样？
人生我存在的意义啊，填满我对恨的执着的啊，我明白我心中的海，填满不会来回来。提笔我曾叹扬心底，后百步冰山，心交温机。清代的演讲什么样？在唐代当将军有多辛苦？明代鱼鳞甲什么样？明代军队级别官职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嘿，参北斗啊，生子之交19000啊。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嘿，全都有啊，水里火里不回头啊。路见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明代的神经什么样？单兵火器。明代将军盔甲啥样？明代时期的家丁兵什么样？大家好，现在我穿的是全甲状态，接下来带你们穿罩袍。第一步，卸掉战盔，戴上斧头；第二步，卸掉披帛和虎皮；第三步，卸掉衫腰和葛带；第四步，穿半底圆领袍，另一袖藏于衣中；第五步，系上葛带。罩袍全身效果。
你知道是谁的盔甲吗？现代的盔甲防具什么样？中国甲胄中的全包盔甲。对，后面跟上，慢一点，对，慢一点，走，开始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地下室武库，这里各朝各代的盔甲一应俱全。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，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，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，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，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，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，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，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，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，清河天水节度使靳忠。你多大了？70岁。如何击杀这种重甲战士呢？这样就可以击杀掉了。天上有雪，岭上生风流。你在风雪前人，说风风不住，笑得乱世一般人群手。今天带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盔甲——指甲。我现在穿这个就是指甲，它是由多层的纸反复打压，进行密制油反复浸泡，每日暴晒，周而复始。作战十分灵活轻便。不光步军，很多水师也在使用。虽然没有铁甲防御刀，但是可以抵消一部分攻击伤害。斩蓝色穿搭。
明代士兵冬天穿什么？我现在穿这个是夏天，这是我们军中发的棉衣，结实又厚实。而这种呢是加长款的袄，外面可以搭配棉甲更加重。我现在穿这个，应该很多民会知道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鸳鸯战，俗称横背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鼓励裤的漏洞，那才是真正的红胖。恍恍惚惚，已经可是。我的四妹去哪里了？四妹，臭猴子，这千山万水，我陪你看。